根据公安部刑侦局的最新消息，缅北果敢电诈犯罪集团首犯明学昌畏罪自杀。根据缅甸驻昆明总领事馆的通报，缅方11月15日夜组织对明学昌的抓捕，期间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11月16日，缅方又将另外3名涉案的电诈头目明国平、明菊兰、明真真抓获，移交中国警方。自温州警方11月12日对明家4人发出通缉令以来，短短4天时间，号称果敢第5大家族的明学昌家族土崩瓦解。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温州警方12日发布通缉令的当天下午，同盟军就完全攻克了明学昌家族的老巢石原子。13日又迎来了缅军飞机的轰炸，半个月前还宾朋满座的明家豪宅成了一片废墟。只是在同盟军进攻石原子周边之前，明学昌就已经将其人员和财物全部转移到了老街。随后他们去了米线沟军分区，想要寻求缅军方庇护伺机逃走，没想到缅军方迫于压力，同时对明家下了通缉令，明学昌走投无路，只能畏罪自杀。其实从卧虎山庄1020事件发生，就已经注定了这个家族的覆灭。明学昌之死可以说死有余辜。明学昌曾经贵为果敢县长，又手握警察21营，横行果敢黑白两道。明家在果敢已经算高人一等了，但是他们利欲熏心，超出了为人的底线，把卧虎山庄打造成了一座人神共愤的电诈集中营。他们的富贵与挥霍都是建立在电诈受害者的苦难之上。正如明学昌的女婿在忏悔视频里说过，他们诈骗的是中国老百姓的养老钱、看病钱，甚至是救命钱。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人倾家荡产。同时之前视频提到过的明学昌的大儿子明国安，也就是卧虎山庄的创办人，去年在泰国骑马时从马上摔下来，生死不明，据说已经成了植物人。还有之前明家人宣传的明国昌的孙子被国内某知名院校破格录取这件事，某院校也已经辟谣。只能说举头3尺有神明，做人还是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当然卧虎山庄的罪恶罄竹难书，不是明学昌能一死了之的。有消息透露，1020事件中中国籍人员死伤70余人，明家民团9死8伤。之所以取证困难，是由于事件发生后，所有尸体被卡车装到不知名的地点，浇上汽油，毁尸灭迹了。另外明家工地挖出的2具尸体，暂时确认与卧虎山庄事件无关。在之前警方发布通缉令上也能看到明家的恶劣程度，指出除了电信网络诈骗之外，还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种严重暴力犯罪。相信随着明家另外3位犯罪分子的落网，必定能查出更多犯罪证据。在1020事件中被残忍杀害的同胞们，终将有沉冤昭雪的一天。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的缅北4大家族、5大家族不过是一群纸老虎，大国要想收拾他们有的是办法。他们终将为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买单，诈骗百姓钱财的将倾家荡产，侵犯同胞性命的将血债血偿。卧虎山庄事件的落幕绝不是缅北反诈的终点，而是起点。所有缅北、缅东以及周边国家的诈骗园区将一个一个被拔除，反诈的道路任重道远。要想日月换新天，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将诈骗的土壤连根拔除。另外，对于网传的白鹰仓和白鹰蓝逃跑时直升机爆炸的消息，目前还没有被证实。